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来讲一下2024年或许会被淘汰的统帅。今天所讲的一些统帅呢，都是包含在最强铁队、最强五队比较主流的统帅，那些已经很旧的统帅，已经没有多少玩家在用的，我就不会提到。老规矩，从骑兵开始，那现在还有在用的统帅包括项羽、司机、霍去病、贞德、威廉这几个统帅都是有在使用的。因为我去算了一下时间，如果是讲到明年会出现新的骑兵的话，最多也只是出一代而已，大概会在明年的6到8月左右出第9代的骑兵，所以有很大可能会淘汰一些骑兵统帅。那么我相信现在有不少的玩家是已经出到3队骑兵了。假设是保守的情况下，司机、贞德、霍去病、威廉，有很大可能威廉会被淘汰。不过威廉被淘汰的前提是官方推出的新骑兵呢，会不会有像威廉这样子的效果？有辅助的效果，还可以免疫掉对方的技能伤害提升。这就要看官方如何去设计新的统帅啊。就算官方设计新的统帅没有像威廉这样子的效果，但是他出来的争议可能像司机 2.0 样子，还是一样会取代威廉的。威廉会被取代的原因就是他的输出已经算是很低了，1500的伤害，现在的统帅都是2000起跳，他也算是一个比较旧的统帅，除了辅助效果之外，其他的技能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用到，所以大多数玩家都是卡技能而已。不过对于目前来说，威廉暂时还是可以用的，直到新的骑兵统帅出现为止。但是相反的，另外一位统帅项羽呢，其实严格来讲，项羽已经是在我的名单之中已经是被淘汰的统帅了。不过还是有不少玩家用项羽啊，主要是有些玩家不想要去练霍去病，觉得霍去病的技能会有影响到。不过实测下来，霍去病不管是有觉醒还是没有觉醒，其实出来的效果是差不多的。因为我亲身测试过，同样的搭配装备是差不多的，有觉醒跟没有觉醒的情况下打出来的战损比是差不多的。所以各位真的不需要太担心霍去病技能的问题，反而项羽最大的问题就是集火太快。然后现在项羽不管打什么报告出来呢，我看都是比较糟糕的，他的输出不够高。然后现在出的一些新的统帅搭配项羽都是不太合适，像霍去病、司机做他的副将都不太好。我也试过用项羽跟霍去病的战报来做对比，我看到霍去病的战报都是2倍到6倍左右，但是项羽的战报都是1倍到2.5倍左右。而且我亲自测试过了，项羽真的集火速度比霍去病还要快很多。严格来讲，这两个统帅的性质是差不多，但是项羽就是死得特别快，这个也没有办法。所以对我而言，项羽是已经被淘汰的统帅啊。如果你还在使用项羽的话，还可以继续用。假设明年出现了新的统帅，有可能你要考虑换掉了。接下来到步兵统帅，主流搭配包括有 CP、刘彻、关羽、萨尔贡。没错，你们没有看错，萨尔贡依然还是在这个列表里面的。因为不管怎样讲都好，他都是比较起其他的步兵统帅输出来的更高，也算真正意义上的野战统帅，所以萨尔贡依然还是有玩家使用的。不过有一些玩家可能会用亚历山大代替。那步兵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步兵有些玩家只是用1队而已。不过也因为步兵统帅刚出现的关系啊，如果要等到下一次步兵出现了，可能要等到10月到12月左右。在那之前，这几个统帅都是可以使用的。不过如果是讲等新统帅出现的时候，哪一个统帅会被淘汰，我觉得最大可能被淘汰就是萨尔贡。严格来讲，分段式攻击的统帅呢，一般都不会活太久，甚至出场的几率都没有被人家唾弃，比方说贝特朗。不过贝特朗比萨尔贡更糟糕的情况就是贝特朗在 MG， 所以不是每一个玩家都会获得贝特朗。相反，萨尔贡可以通过转盘获得。不过萨尔贡最尴尬的地方就是，就算新的步兵统帅还没有出现之前，都有不少玩家都不想要去搞他了，都想要淘汰他了。最大的问题除了分段式的直接伤害之外，还有就是他的大地效果是打在对方身上，而不是像诸葛亮留在自己身上，就变成他打那个目标就只能从头打到死，他不能切换目标。当他切换目标之后，大地效果就会转移，还有大地效果的提升呢都不会持续太久，等他一满的时候就会马上爆发。严格来说，哈拉尔的叠层效果比他还更好，这就是萨尔贡会被淘汰的原因。再来就是关羽，没错，关羽是比萨尔贡还要更慢被淘汰的，因为关羽不管怎样算都好，都是比萨尔贡还要更好操作的，触发条件没有像萨尔贡这么麻烦。那关羽会被淘汰的原因呢，其实他的直接伤害还可以接受，3个目标2000的输出，所以直接伤害并不是关羽会被淘汰的原因。
而且关羽还有50%的概率可以造成一次额外的直接伤害，但是关羽也只剩下这个输出而已，他的沉默效果已经对工兵来讲不成威胁了，甚至可以说不只是工兵而已，步兵跟骑兵现在放技能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像霍去病、项羽、刘彻放技能速度都是比较快的，对于这几个统帅已经不成威胁。除非项羽的技能设计到像西德那样子，没有办法发动基础攻击或者是主动技能的话，这个效果可能还会比较有用。但根据官方的描述，他的沉默效果只是没有办法释放主动技能而已，所以这一点上面还是比较可惜的，否则他还是可以跟刘彻打。至于另外2个步兵刘彻跟 CP 呢，我觉得比较大可能不会被淘汰，除非你只是玩一堆步兵而已，那么 CP 就可能会被淘汰，因为刘彻他除了有 AOE 之外，放技能比较快，又有恢复怒气，严格来讲是在步兵近几代的统帅里面设计到是比较完美的统帅，就只是有重击伤害会比较麻烦而已。但假设说官方是真的把全部重击伤害的体系放在步兵的话，那之后新的步兵统帅可能可以搭配刘彻。不过我个人认为，如果明年新的步兵统帅出现的时候，有很大可能 CP 跟刘彻保住，但是关羽依然还没有退休，要搭配新的步兵统帅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啊。接着工兵统帅，目前主流用的统帅布迪卡、李成桂、诸葛亮、尼布。那么因为下个月或者是1月左右新的工兵就要出现了，根据时间推测，明年应该是不会出现新的第9代工兵，要等到2025年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算是下个月的预先推测吧。那我觉得比较大可能会被淘汰的就是尼布，最主要原因就是尼布是通过 MG 获得，那官方已经讲了，还有曼匹是通过转盘获得的所以你们自己想想，如果你是新的玩家，你会想要通过 MG 获得统帅，然后去觉醒它拿来用，或者是你选择用转盘的统帅？以获取管道来做计算的话，当然是通过转盘获得会比较容易一点，并且我相信大多数有培养尼布加尼萨的玩家应该都是卡技能而已，5511。那你如果没有觉醒的情况下，他打5个目标只有1500的伤害，这个1500伤害实属是比较低一点的，尤其是打5个目标。对我而言，打5个目标最少是2000起跳的伤害。那或许有一些玩家会讲，可是李成桂他的直接伤害只有1700而已啊，也有递减啊，打5个目标，为什么你不讲李成桂会被淘汰？可是李成桂是圆形的 AOE 啊，他是半圆形啊，李成桂还有增加怒气技能伤害提升。重点是李成桂是第1代统帅就开始培养起来了，到了征服赛季就已经觉醒了，而不是像尼布这样子要进入征服赛季你才要去觉醒他，或者才刚开始要培养而已。所以这里的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。不过我老实说，虽然李成桂是万金油啦，但是到了征服赛季，如果只是玩一堆工兵的玩家，其实有些玩家是已经放弃了李成桂，用诸葛亮代替李成桂，因为诸葛亮也是一样有圆形范围 AOE， 然后他的输出更高，被动技能还可以打额外的3个目标，然后有武侯效果可以恢复怒气，所以功能性方面是比李成桂还好的。有些玩家追求更高的输出，还有比较合适的搭配，就会用布迪卡搭配诸葛亮。所以严格来讲，李成桂其实也是在淘汰的边缘，不过因为他的圆形范围实在是太香了，所以他又不算是完全被淘汰，还是有实用性。因为我也相信大多数的玩家现在还是用2队工兵的，所以李成桂目前还是没有被淘汰。假设说你只是用1队工兵诸葛亮搭配李成桂，或者是布迪卡搭配诸葛亮的情况下来讲的话，诸葛亮暂时不会被淘汰，要淘汰的也就是布迪卡或者是李成桂而已。那讲真的，其实我现在还没有看海尔曼的技能，但是为什么我可以那么确定呢？在刚刚我就已经有提到诸葛亮的优点了。那在我之前的推测，海尔曼有很大可能是单体统帅，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搭配一个 AOE 统帅，你不可能用布迪卡搭配一个海尔曼的嘛，2个单体统帅搭配在一起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不过在这里偷偷跟各位观众讲一下，如果你们点开巴加尔的技能的时候，这里是可以看到海尔曼是有中毒的效果，所以我觉得海尔曼的设计应该不会太差才对，甚至中毒效果可以用作于之后打集结打驻方使用，也就是说围殴队伍也是必须要用到海尔曼。而且根据官方的描述，海尔曼的中毒效果是有2个堕神之身或者是曼德拉幻影，或许是万国里面最毒的男人了。不过也是我目前的猜想而已啦，我还不能确定到底他设计的技能是怎样的。不过比较起布迪卡，我真的觉得诸葛亮比较缺副将搭配。以上就是我认为可能未来会被淘汰的统帅。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